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说两个事儿，一个呢是这个印度又摔飞机了，另外一个是实锤这个印度确实是损失了3架阵风。先说第一个你说最近这个印度是咋回事呢？像是中邪了一样这才几天他又摔了一架飞机。这回是7月9号，在这个拉贾斯坦邦，一架美洲虎的攻击机执行例行任务，结果咣的一下掉下来了，真是让人捏把汗呀！根据现场那些碎片来看就是那美洲虎。说起来这已经是今年第3次摔这玩意儿了。你们看那个现场的照片，飞机掉在草地上，周围啥都没有，这天气也是很好你说这是咋回事呢？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个印度媒体说2个飞行员都没了真的是可惜好在没伤着老百姓。这个印度军方现在也开始查了，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这美洲虎最近也摔得太勤了吧？3月份摔了一架，这4月份又摔了一架，这还没过几个月又来一架，这频率搁谁也受不了说起这个美洲虎那可是个老古董了这玩意儿呢是这个英国和法国在60年代一起搞出来的，那时候挺牛的超音速喷气式攻击机，主要是用来近距离支援地面部队，还能扔核弹。后来呢卖给了这个印度阿曼、厄瓜多尔、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这个海湾战争的时候也露过脸，当时大家还挺夸他的，说他可靠。不过这玩意儿必定是老掉牙了。这个英国空军在2005年就不用了，这个法国也在2007年给淘汰了，人家都换成了这个台风和这个阵风这种新飞机了。其他国家也是陆陆续续的不用了，现在就剩这个印度空军还在死守着这堆老家伙。这个印度空军为啥这么宝贝这个美洲虎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话说1978年印度空军看上了美洲虎，就跟这个英国签了个合同，先是直接买了40架英国原装的，后来呢又买这个零件和技术，让这个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自己组装了120架。结果这个英国那边1981年它就停产了。从80年代开始，印度空军装备了6个美洲虎中队，成了他们对地攻击的主力。边境侦察、印巴冲突哪儿都有它的身影，甚至还想把它改造成扔核弹的平台。90年代以后这个印度人也知道这个飞机老了就开始升级它又是装这个地形跟踪雷达，又是装 GPS 导航，又是装夜间飞行系统。到了21世纪又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买了37架。这个美洲虎长啥样呢？传统的单座后掠翼双引擎，看着是挺精神的，能挂4.5吨的武器，什么火箭弹啦、炸弹啦、导弹啥的都能挂。当年来说确实是个好飞机但是这都21世纪了，什么4代机、4代半机都满天飞了，谁还用这种老掉牙的玩意儿其他国家都用多用途战斗机取代攻击机了，更何况这个美洲虎都45岁了这印度人还在用，那不出问题才怪呢。你想印度那高温高湿的环境加上这个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那组装水平再加上这个印度特色的后勤维护，这3重 buff 叠在一起，这美洲虎能飞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说实话这么多年才掉下来不到1/3，那都得感谢这个飞机当初设计的太好了。那印度空军为啥非要死守着美洲虎呢？说白了就是没辙呀。从这个俄罗斯买的苏 30MK 是不少，271架呢，但是这玩意儿对地攻击不行而且在这个印度人手里可靠性差得要命。2015年的时候出动率连一半都不到。法国人用阵风取代美洲虎，印度也买了阵风，那能不能用这个阵风把美洲虎给换了呢？不行，因为这个印度空军花了天价平均每架2亿多美元买36架阵风，那是当宝贝疙瘩用的，是用来争夺制空权的。这个美洲虎可是有120多架呢，根本补不上这个缺那靠光辉战斗机行不行呢？这光辉原本是想当个便宜货，大量生产把这个什么米格21、米格29、幻影2000、美洲虎这些老飞机都给换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研发了30多年，量产了10年才交付了不到40架。现在正在交付的 LCA MK1A 国产雷达还不行，还得从这个以色列买。
这印度空军大佬还锐评6代机呢啊，先把这个4代机搞明白再说吧。印度空军计划要维持42个战斗机攻击机中队，但是现在呢只有31个，这里面还包括美洲虎这种老爷机中队。那退役啊是不可能退役的，全退了就只剩下25个中队了，这面子上也挂不住啊。为了维持编制啊，只能苦一苦这个飞行员了，多发点抚恤金了。另外，这个印度啊还有个事儿得说一下啊，这个印度啊不是死鸭子嘴硬嘛，不肯承认这个阵风啊被打下来嘛。7月8号，欧洲的一个网站啊援引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媒体的消息，说这个印度啊偷偷摸摸的给阵亡的飞行员、S400操作员，还有这个一线的士兵啊追授勋章，这啥意思？死人了呗？而且还死了不少，总共250多号人呢。这个印度啊一直捂着呀、盖着呀，不想承认呀，但是这个纸它包不住火呀，这事儿啊慢慢的就露出来了。这回啊，这个印度最心疼的估计就是他们的阵风战斗机了。这玩意儿啊，可是印度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号称是什么空中猛禽啊，结果呢被这个巴基斯坦给揍下来了3架。哎，你说丢人不丢人啊？更离谱的是，这3架阵风的飞行员啊，一个都没跑掉，全阵亡了呀。这阵风不是号称电子战能力很强吗？能跟这个什么美国的 F-35叫板，结果连这个巴基斯坦的霹雳15E导弹都没有感应到，直接就被秒杀了。这打锁公司哦，吹牛吹大了。这阵风的电子战能力啊，估计也就是个花架子。之前还有这个消息说啊，有一架阵风啊被击落后，飞行员还活着，被送到医院抢救了。那现在看来啊，送医院是真的，但是活下来是假的。这印度啊，真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结果越贴越黑。除了这个阵风，印度这次丢脸的啊，还有他们的 S400防空系统。这玩意儿也是这个印度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号称是地表最强防空系统。结果呢，在这次冲突中表现的简直是灾难级的呀。5月7号没能拦截巴基斯坦的远程空空导弹，这就算了啊。5月10号，巴基斯坦空军越境空袭 S400，不仅没能击落枭龙战斗机啊，自己还被重创，死了5个操作员。这 S400啊，真是成了烧火棍了。这印度总理莫迪啊，还在这个5月14号亲自去亚当普尔空军基地视察，特意展示了丝毫无损的 S400。现在看来啊，这简直就是个笑话啊！这 S400操作员都死了，说明雷达或者指挥系统啊也受损了。那这玩意儿还能用吗？除了这个空军，印度陆军啊也是损失惨重，还有驻扎在其他空军基地的11个人，后勤补给站的4个人啊也被这个追加表彰。这说明啊，巴基斯坦的空袭啊确实是打到了印度的要害。那相比之下呢，这个印度动用了上百枚远程导弹，结果呢只击伤了一架 C-130运输机，造成巴基斯坦5人阵亡。而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啊，投掷制导炸弹不仅这个成本低，效率还高啊。这说明啥？这个远程武器啊，虽然是威力大，但是精度不行哦，还是得靠机载制导炸弹定点打击。这次冲突呢，这个印度空军损失了24个人，陆军损失了近100人，总共死了250多号人。这对于印度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尤其是那些飞行员和 S400操作员，都是花了大价钱培养的，那死了就很难补充啊。而巴基斯坦呢，以微弱的代价获得了辉煌战果，这可是几十年未见的大胜啊！所以啊，这个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才能以这个现役军人的身份啊晋升元帅，这可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第1位。那总而言之，这次印巴冲突啊，这个印度啊是吃了大亏，丢了大人了。这个军队和政府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莫迪才亲自去前线稳定人心，还强行宣布胜利啊，派人去全球宣讲，这都是为了掩盖战败的真相啊。这次冲突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这个武器装备啊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术和人员素质。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斗机和 SH-15卡车炮虽然不如这个印度的阵风和 S400，但他们用得好啊，照样能打胜仗。所以啊，不能光靠这个先进武器啊，还得靠咱们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